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9日星期六，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冬奥冠军谷爱凌，谢谢大家，我又吃饺子了。南华早报，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的杰出明星之一，她引起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注意。这位18岁美国出生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和兼职模特，因其在奥运会上的成就而赢得了全球数百万粉丝。他为中国赢得了2枚金牌和1枚银牌。但正是他对中餐的痴迷，尤其是饺子和馅饼，弥合了中西方文化鸿沟，使他成为中国大名人之一。在周五举行的庆祝奥运会英雄的颁奖典礼上，习近平提到了谷爱凌，同时赞扬冬奥会如何突出中国文化，包括各种当地小吃，这些小吃在来访的运动员中很受欢迎。谷爱凌喜欢吃中国饺子，习近平主席亲切叫出了这位运动员的中文名字。这句话没有包括在官方的报道中，但在人民大会堂赢得了掌声。在整个奥运会期间，人们看到谷爱凌在排位赛和练习期间吃的零食。她到达北京后的第一站就是饺子店。她在等待自由滑雪坡道式资格赛得分的同时，镜头前看到谷爱凌正在享用一种名为韭菜盒子的中国传统小吃，那是一种装满韭菜和粉丝的煎饺。谷爱凌说她正在吃韭菜盒子的标题在几个小时内吸引了超过2亿条评论，因为她享受零食的照片和视频在网上疯传。约150名奥运运动员和官员因冬奥运的杰出表现，获得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颁发的奖项，其中包括短道速滑运动员吴大靖和冬奥会开幕式的创意总监、导演张艺谋。巴菲特告诉新投资者的3个技巧。毫无疑问 ，Warren Buffett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者之一。此外，他也是新投资者学习的最佳人选。想了解他是如何如此成功的吗？他在11岁时购买了他的第一只股票，这给了他令人难以置信的80年投资经验。他的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可以追溯到1965年，以惊人的 20.1% 的复合年增长率 CAGR 增长。在此期间，这几乎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2倍，后者以 10.5%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这些收益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使巴菲特成为股票市场投资者崇拜的股神之一。你可以从巴菲特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生涯中学习到这3个技巧。1. 让您的投资策略随着您获得经验而提高。新投资者有时会选择更被动的投资，因为他们学习了股市的技术走势。无论您决定如何开始投资，获得经验并了解市场如何运作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您可能会选择一套适合的长期投资策略。2. 寻找价值，但成长型股票可能是一些最好的投资。虽然巴菲特最初是一名价值投资者，但他现在更像是一个成长型投资者，只要股票的价格合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说，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一家出色的公司，比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一家平庸的公司要好得多。因此，如果您只想购买价值型股票，那么您可能会错过购买一些最优质的股票的机会。3. 长期持有股票。多年来，巴菲特告诉我们，当你找到并购买一些最好的公司时，他们继续拥有巨大的长期潜力来扩大业务，那么就没有理由出售。通常，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会考虑退出策略，并确认股票的目标价格。但最好的投资将是拥有强大竞争优势的公司，你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内持有它们。因此，如果你是一个新投资者，在准备进行投资之前，尽可能多的学习，那么借鉴巴菲特和他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建议是最好的准备方式之一。政府53亿加元牙科护理项目后续是什么？渥太华自由党的预算为一项新的牙科护理项目提供了资金，但不一定成为长期福利计划。现在，53亿加元已经摆在桌面上，
政府只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来深入研究细节并提交方案。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提供牙科护理是自由党与新民主党签署的信心和供应协议的主要原则。该协议旨在将政府的权力保持到2025年。该协议的条款规定，政府必须从2022年在12岁以下的儿童开始实施，到2023年扩大到18岁以下人群以及老年人和残疾人，并在2025年之前全面实施该计划。然而，加拿大牙科协会希望政府利用这笔资金来支持现有且资金不足的省级牙科计划。在预算提交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特鲁多将政府新的牙科护理雄心与最近与各省和地区签署的儿童保育协议进行了比较，其中联邦政府向各省提供资金以降低护理成本。省级政府为一些低收入家庭和特殊人群提供牙科福利，但全国各地的计划差异很大。自由党同意新民主党从小规模开始，今年向12岁以下的儿童提供3亿加元，这些儿童的家庭年薪低于9万加元。一旦该计划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中得到全面实施，预计每年的成本将达到每年约17亿加元。现在说哪些牙科服务将被覆盖，或者覆盖范围将如何与私人保险计划叠加，还为时过早。政府要到今年年底才能真正弄清楚。对于拜登来讲，乌克兰与餐食问题哪个更重要？总统拜登及其助手正在试图努力重新关注一连串的国内问题，这些问题威胁着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中的前景。此前总统的议程被乌克兰战争所消耗。自从拜登上个月从最后一站的欧洲外交巡游返回以来，他没有举行任何关于俄罗斯入侵的相关活动，与前几周形成鲜明对比。相反，拜登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国内。从医疗保健成本到供应链瓶颈，再到加油站的价格和经济复苏，官员们认为这种复苏没有根本突破。这一转变发生在拜登和他的团队评估了令人担忧的政治格局。这个政治格局因对莫斯科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的连锁反应而变得复杂。最近的其他事态发展包括决定取消大流行时期对边境的限制，导致民主党人对11月的选举越来越感到不安。拜登圈子中最近激增的 COVID 病例提醒人们该病毒继续存在。拜登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尽管他在西方盟友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然而，在这场因乌克兰危机而搅乱的全球经济中，如何讲述经济复苏的故事已成为拜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挑战，因为他警告说，乌克兰的冲突不会很快结束。据白宫官员称，这种转变是有意为之的，是对不安的国会民主党人在拜登的支持率处于总统任期最低点的时刻，以瞄准中期选举的直接回应。厨房餐桌问题在欧洲之行后升至首位。上周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0%的美国人表示通货膨胀是该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不到一半的受访者提到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其他民意调查显示，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的头等大事，而不是乌克兰的冲突。拜登上周对就业报告的月度讲话凸显了经济复苏仍在随风飘逸，同时通胀处于40年高位，以及因俄罗斯的制裁对市场的前景带来了不利影响。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全球华人及时追踪世界各地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